老师新年好。好，谢谢。下面提几个问题啊。好的。第一个就是水性太极拳需要哪些条件？重点在哪里？好。那么水性太极拳呢，它其实是有5个点，一个呢是基本功、拳架、推手、散手、内功5个点。那么你要说重点呢，其实每一个都是重点。我在长期的教学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说系统化的学习，然后理论化，说得清，做得到。所以我们学习太极拳呢，首先要知道一个框架：基本功、拳架、推手、散手、内功，然后要系统化、理论化，说得清，做得到。那么至于这个5个内容，重点在哪里？我认为所有都是重点，看每一个人他的基础，每一个人他的性格，每一个人他的需要学习。比方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基本功，像这种就是说正单边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它就是练习身法中正的。还有呢，它正落入下沉，慢慢下沉，慢慢下沉，再下沉，好，伸腰，然后翻腰，慢慢这样伸腰，翻腰，伸腰，翻腰，好，再沉腰落胯，踏腰，伸腰，伸腰，再伸腰，再翻腰，再翻腰。我们这个练习呢，就是帮助我们基本功的时候，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练习基本功，它的目的是练习腰腿功夫，还有呢，最重要的是练习以腰为主宰，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垮，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运动都要从垮开始，腾起来也从垮，沉下去也从垮，转换也从垮，扩大也从垮，缩小也从垮。那么你要有一个中心，有了一个中心呢，就比较容易掌握太极拳的要领。要不然的话呢，到以后如果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以后练架子，大多数人练的都是散的。虽然我们在基础的时候练习这个架子，只是要有这个意识，然后呢，你这个基本功下的功夫越大越好。那么举一反三呢，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基本功，举一反三，我们去年解释了10个重要的基本功。当然我在欧洲教拳的时候呢，有32个基本功。那么因为我想对大家来说可能动作太多了，所以呢我是简约的，希望能够带大家入门，希望能够就是说给大家少一点负担和压力，然后呢进步快一点。所以呢，基本功对于基础人来说很重要，对于水平已经高的中级班的人很重要，对于基本功对于那些水平非常高的人来说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的水平上不去，往往是基础不好，所以呢，他要回过头来再要学习的。这个呢，是我们长期在练拳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那么总的来说呢，是第一个阶段呢，养成以腰垮为主哉，然后呢，腰腿的力量有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拳架子。拳架子呢，它这个要令要求就比较更多一点点。为什么呢？就是说，根据我们群里面讲的那个8大要令，
比方说45度的，比方说这个跟中烧的，比方说点线面体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8大原理的指导，那么不用原则去对照这个拳架，拳架往往是散的，而且打的都是主观的。大多数的人他不知道打的是对还是错的，所以呢，更何况有很多人他不是在老师旁边的，所以很累的。那么如果是基本功没有好，拳架没有好，那么推手散手就更不会好。所以呢，就是说基本功以后呢，拳架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拳架打得不好，那人家看都不要看了，更何况你跟人家交流了。所以我始终是记住书法界有一个我们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叫吴文水，他说字不惊人死不息。当然有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年轻太天真了，我也说哎呦，那我也要拳不惊人死不息。我现在想想有点遗憾害怕了，就是说我把这个话收回去，因为这个做到太难了。但是呢，我从内心里面我还是要想多练几套拳，尽量练得好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说服力，尤其是就是说我们出去跟就是说许多朋友交流的时候，你总是要放几个架子，然后呢打一段拳。还有呢，就是说往往有的时候大一点的场合要有些说王老师你表演一段拳好不好？那你马上要就说表演的，你不能说哎呀让我回去练一练我再表演，那就不行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平时我练拳还是很努力的，一天要练好几遍，甚至于好几个小时。为什么呢？这个拳一定要练得很熟的，这个是第2个方面。然后呢，第3个方面推手，推手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练拳的、练太极拳想练好太极拳的人是极其重要的。可是遗憾的，现在推手好的人很少的。那么太极拳就是说发展的，就是说普及的快，发展的慢。那么就是因为好的老师少，好的老师多，推手的老师多的话，可以把大家都带起来。如果推手不推，好的老师又不给喂进，那个要进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等于是我们要吃一个东西，从字面上去看这个菜怎么烧，这菜怎么烧，现在电视里、手机里都介绍烧的，可是你烧出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它这个经验不一样，感觉不一样，这个时间不一样，这个分量不一样，火候不一样，那个太多的不一样。你只有通过推手以后喂进，尤其是那么推手的时候，崩捋挤按要清清楚楚。那么一般据我知道，崩捋挤按认认真真的推得好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很难碰到的。如果有人推手崩捋挤按推得很好，那我马上就是好朋友了，马上好朋友，那么就可以交流了，对得上话了，就等于好像是中国人到国外去就碰到中国人一样的了。他这个语言就是说可以顺畅的交流了，要不然的话交流不起来，是这样的。还有呢，散手，第4步是散手。那么散手呢，为什么重要呢？散手就是通过练习散手，那么知道每个动作的意义、用法，而且有说服力。当然，现在的练习太极拳不一定要好像是打了第1名，打了第1名也没意思。但是呢，就是说你要会用，你至少是会用，能够会用的话呢，至少要有个乐趣，要有个艺术性，要有自我的那种快乐的那种感觉。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你打拳是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你不知道是打的对还是不对，你不知道是上还是下做，还是又轻一点的重一点，你根本就是不知道一个角度。所以拳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它叫差之毫厘，谬意千里。也就是说，你只要差一个念头，在我们这个
道教里面说是心法，你这个心法，老师常常说，我这个心法，我这句话没告诉你，你练300年练不到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没这个意境，没有这个境界的，没有这个境界你就不容易进去。当然讲了以后还是要练习，练习了以后才能掌握，要不然的话是很难掌握的。所以呢，这就是说要提高太极拳，散手又是很重要。如果不懂散手，一般交流就缺少内容了。然后呢，练的人呢也没有自信心，他会练到一定的程度会有瓶颈的。第5个就是内功，我们说练功一定要练内功的是吧？就不练内功的道老一长空啊什么的，就是说什么呢？他一定要养气的，这个气氛，还有呢对太极拳拳理，尤其是对这些这个经典著作的理解、哲学的理解，对自然界的那个运动变化的那些规律要有所了解、认识、模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进入到那个叫什么呢？就是说文化层面。太极拳，我想我们要走的趋势还是要有文化含量，有文化含量的太极拳走得远，没有文化含量的太极拳走不远。所以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就是说我们这套水性太极拳的这个系统就是5点：基本功、拳架、推手、散手。如果要说重点，样样都是重点。那么只是看我们吸收的人的需要，然后心放在哪里，你就哪里能够收到的体会效果更多。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说我要介绍这个水性太极拳系统化的基本功、拳架、推手、散手、内功3年，我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群里介绍完毕。然后要想水性太极拳入门，根据我的经验，10年。为什么呢？你没有10年很难进去的，练不进去的。更何况我们在群里的话，没有1对1的这个拳架的纠正，搬拳架子。还有呢，你没有跟老师摸手，这个2样东西你就是很难了，就很难，就是说入门就是这样的。所以入门也是很难，需要10年。那么如果要练得好有成就的话呢，没底的。这个就是第1个问题，好不好？让那个陈医生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第2个问题，好吗？好的。